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杏花归处有春风》故事解说。林婉堂端着熬好的汤药来到师傅跟前，想让师傅先服药休养。师傅却抬手叫住他，让他凑近，说有要紧事交代。林婉堂心里骤然发慌，生怕师傅出事，连忙安抚师傅，说自己会想办法救治他，让他先安心听自己说话。师傅稳住气息，缓缓道出一段尘封13年的往事。当年他在青云山南坡采药，在山脚下发现了一个高烧昏迷的5岁小女孩。孩子孤身一人，身上没有任何信物，昏迷中一直呢喃着哥哥和妈妈。林婉堂听完浑身一震，颤抖着出声询问：“那个孩子是不是自己？”师傅点头确认。他说林婉堂苏醒后彻底失忆，无任何过往记忆，于是他为他取名林婉堂，将他抚养长大。这些年他多方查证，得知13年前京城傅家恰好有一名5岁幼女在青云山走失，时间、地点、年纪全都与林婉堂吻合。林婉堂满心茫然忐忑，担心自己并非傅家走失的孩子。师傅劝慰他，唯有亲自去京城求证，才能让心底踏实，弄清自己的身世根源。林婉堂十分不舍，执意留在青云山照顾病重的师傅，不愿独自远赴京城寻亲。师傅耐心安抚执拗的他，告诉他终究要知晓自己的来路。随后他交给林婉堂一封推荐信，叮嘱他若寻亲无果，无处可去，便前往京城中医药大学投奔秦淮山教授，对方会为他安排好后续一切。师徒2人闲谈间提起了多年的执念，他们苦苦寻找名叫月月的孩子已有3年，若是月月尚在人世，今年已然18岁。多年寻觅杳无音讯，有人随口感慨，月月大概率早已葬身深山野兽之口。这番话深深刺痛了师傅，他厉声打断对方：“月月当年出门，还满心欢喜说要为自己摘一朵红花，他绝不相信孩子已然离世。”师傅满心悲痛，直言旁人可以放弃希望，但绝不能在他面前说月月已死。对方连忙解释自己并无恶意，只是不忍看众人徒劳寻觅。师傅始终坚守本心，只要未见月月尸骨，无人证实他的死亡，他便认定孩子依旧活着。告别师傅后，林婉堂独自动身前往京城。途中，他贴心给一位心绪难安、彻夜难眠的阿姨递上热茶安抚。阿姨特意提醒他，京城有2个同音的家族，分别是单人旁的傅家和无单人旁的傅家，很多外地人都会混淆弄错。林婉堂这才知晓自己可能记错了姓氏。师傅只告知他来京城寻傅家，并未细分具体自行。斟酌过后，他先前往单人旁的傅家登门求证。抵达傅家门前，林婉堂礼貌自报姓名，如实诉说自己的身世与寻亲缘由。傅家人听完他的讲述，满心质疑。林婉堂没有身世信物，没有幼时照片，无任何鉴定凭证，仅凭已故师傅的一句遗言就上门认亲，说辞太过空洞荒唐。林婉堂急忙辩解，师傅绝不会拿他的身世骗人。可傅家人始终不肯信服，要求他让师傅亲自来对质。当林婉堂说出师傅已然离世，傅家人的疑虑更深，认为死无对证，所有说辞都只是他的片面之词。傅四哥出面制止门口争执，顾及他孤身在外的安全，拿出钱财让他暂住落脚，同时明确告知他，傅家不会认亲，让他日后不必再来纠缠。林婉堂当即表明自己登门只为寻亲，绝非求财，但傅家人态度坚决，认为空口无凭，无法认可他的身份。加之家中阿姨身体孱弱，经不起风波折腾，众人不愿再多纠缠。林婉堂彻底看清局势，坦然应允，承诺从此不再打扰傅家。林婉堂离开后，傅家下人忍不住感慨，这个深夜抱着救药箱孤身寻亲的小姑娘实在可怜。傅四哥虽有动容，却依旧理智清醒，京城上门认亲者数不胜数。林婉堂的讲述细节过于完整，反倒像是提前编造好的谎言。这番话让傅家大少爷心头巨震，低声呢喃，那个走失的小女孩竟然还活着。他借口被夜风冻伤头部，身体不适，以此掩饰自己的失态。身边人连忙叮嘱他回去让医生诊治。平复心绪后，傅四哥满心顾虑体弱的母亲。母亲多年来日夜思念走失的小女儿小月月，心性脆弱，根本承受不住相关刺激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绝不会让任何人借着小月月的事伤害母亲，也不会让母亲知晓今日的认亲闹剧。同时他敲定计划，次日便带着傅延慈前往青云山，亲自查证当年的真相。另一边，傅家夫人深夜心绪不宁，彻夜难眠，心底总有强烈的预感，走失的小女儿就在自己身边，只是始终寻觅不到。下人不断劝慰他，夫君早已多次派人搜寻青云山，山路崎岖艰险，加之他身体虚弱，长期失眠，不宜奔波劳累。傅家夫人满心愧疚心疼，不停念叨女儿幼时最怕黑暗，
当年年仅5岁的孩子独自坠落深山，定然受尽恐惧。他反复询问下人，女儿若是活着，会不会怨恨自己？众人纷纷宽慰，孩子最亲母亲，绝不会心生怨恨。此时的林婉堂伫立寒夜之中，终于醒悟自己混淆了父与父两个姓氏。他抱着老旧药箱折返，再次问路求证，找到了吴丹人旁的傅家。路人见他孤身冻在门外，连忙热情招呼他进门取暖。林婉堂十分拘谨，担心自己满身风尘弄脏屋内地面。傅家人温和宽慰，地面脏了可擦拭，人冻坏才是麻烦。傅云舟闻声出门，听闻她是孤身寻亲的姑娘，好心让她进屋喝热水，穿上外套御寒。久违的善意让独居深山多年的林婉堂心生暖意。他坦诚告知傅云舟，自己此前误寻了丹人旁的傅家，求证无果后，才得知京城有2处同音家族，此番前来只为再次核实身世。傅云舟看着他双手冻得通红，抱着药箱伫立寒风的模样，心生动容。他感慨林婉堂勇气可嘉，仅凭师傅临终遗言，便敢孤身远赴京城寻亲。林婉堂坦言自己无任何身世信物，唯一的线索就是师傅的遗言。他深知京城人情复杂，无人会凭一句话认亲，不愿为难众人，道谢后便打算前往车站或桥下过夜。傅家人不忍他深夜漂泊，执意拦下他留宿，贴心为他擦拭冻裂的双手，宽慰他留宿并非怜悯，只是不愿他孤身遇险。傅云舟告知林婉堂，会亲自核查他所说的所有经历，查清真相后再让他离去，不会让他稀里糊涂漂泊在外。闲谈中，林婉堂说起师傅刚刚离世，自己也是第一次走出深山，初见繁华京城，心中满是茫然无措。当被问及寻亲无果的后续打算，林婉堂拿出师傅的推荐信，告知众人师傅早已为他铺好后路，让他投奔京城中医药大学的秦淮山教授。傅家人看过信件后，当即承诺次日帮他核实信件真伪与入学事宜，让他安心暂住傅家。众人闲谈之际，傅家奶奶突然气息紊乱，身体急症发作，众人瞬间慌乱，当即准备拨打急救电话，开车送医。危急关头，林婉堂及时出声制止，告知众人老人气息不稳，贸然搬动转运会加重病情，风险极大。众人满心质疑，不信任来历不明的他敢贸然施针救人，要求他为所有后果负责。林婉堂语气坚定，主动承担一切诊治风险。傅家二婶选择全力相信他，为他撑腰。林婉堂从容吩咐众人备好银针、温水与干净毛巾，熟练施针为老人调理气息。一番救治后，奶奶胸闷气短的症状彻底缓解，气息逐渐平稳。恰在此时，此前在傅家驱赶林婉堂的傅燕慈赶到，看到眼前一幕，当即拿出资料核对，嘲讽林婉堂手段高明，在傅家认亲无果，转头就来傅家博取同情，攀附权贵。傅家人立刻出面维护，直言林婉堂是救下奶奶的救命恩人，让傅燕慈注意言辞，不得肆意诋毁。傅燕慈依旧心存偏见，认为这都是林婉堂刻意谋划的算计，还出言警告他不许再打傅家的主意。林婉堂淡然回应，自己绝不会纠缠傅家任何人。傅家人知晓林婉堂的师傅是隐居多年的国医圣手林鹤年，医术高超，救人无数，业内极少有人能企及。众人判断，只要推荐信属实，秦淮山教授必然认识这位隐世名医。次日，林婉堂顺利拜见秦淮山教授。秦教授见到他十分感慨，坦言自己当年曾主动拜师林鹤年，却被婉拒，十分羡慕他能得名师悉心教导。一旁工作人员提出质疑，林婉堂学历档案残缺，仅凭推荐信入学，不符合学校规章制度。秦淮山教授惜才爱才，不愿埋没人才，当即决定为林婉堂开设专场考核，以真实医术判定入学资格。林婉堂坦然应战，毫无怯意。围观学生纷纷议论，有人质疑他走后门，也有人观望他的真实实力。第一项便药考核中，林婉堂对各类药材的名称、药性、禁忌对答如流，精准辨别出硫磺熏制、受潮失效的问题药材，明确告知问题药材入药会损伤体虚患者脾胃，加重病情，细节把控极致，顺利通过考核。即便如此，仍有学生质疑他仅懂变药，未经过系统学习，无法应对病案实操。秦淮山教授随即开启第2项病案考核，在药方中刻意设置漏洞，考验他的临床研判能力。林婉堂精准分析病案，指出老人患者体虚乏力，胸闷食少，原方滋补药材用量过重，老人虚不受补，过度进补会加重胸闷症状。他清晰阐述整改思路，先减量滋补药材，综合调理稳住病情，再循序渐进补气养生，贴合老年体质对症施治，思路清晰，判断精准，彻底折服全场。秦淮山教授当场宣布，
准许林婉堂进入中医学院旁听。阶段考核通过后，即可转为正式学生。面对其他学生的不公质疑，秦教授直言，所有不服者均可参与同款考核，凭实力获取同等入学机会，无人再敢非议。入学后，课堂开展问诊实操课程，学生分组对接志愿病人记录病情。有同学见林婉堂初来乍到，不熟流程，主动提出组队，将主问人署名改为自己，帮他规避失误风险。问诊过程中，患者自述常年胸闷、咳嗽，人流量大的环境中症状会加重。林婉堂细致问诊，特意确认患者过敏史与旧病史。患者告知自己对浓郁香味过敏，闻香水、香囊会气喘不止。整理资料时意外突发，患者当场气喘发作，呼吸困难。老师核查资料发现，过敏史一栏空白，旧病史页面凭空消失，当即严厉追责林婉堂。林婉堂立刻解释，自己已完整问诊记录，是资料被动过手脚，并非自己遗漏。同组同学却当众辩解，资料全程由林婉堂保管，无人触碰，指责他出事只会找借口。危急时刻，林婉堂不顾阻拦，准备施针缓解患者症状，同时快速锁定病源，在现场找到一枚诱发过敏的香囊。他当众指出苏曼袖口残留的香粉气味与香囊气味完全一致，怀疑苏曼刻意带香囊进教室，诱发患者过敏，还偷偷抽走病历页篡改资料。苏曼百般狡辩，声称自己只是帮忙整理资料，无意触碰香囊，也不知患者过敏。林婉堂条理清晰还原流程，病历从下发到问诊结束，仅经过自己与苏曼两人之手，可通过指纹、残留物质核验真相。苏曼依旧不肯认错，还就是重提，拿林婉堂上门认亲的经历暗指他栽赃报复。为避免事态扩大，学院当即叫停争议，宣布通过监控、资料复核查清真相，延后公示处理结果，同时要求补全患者病历，规避后续问诊失误。事后，苏曼假意道歉，称自己好心办坏事。林婉堂并未妥协，直言善意，不会刻意损毁病历，触碰患者禁忌。此次实操失误在校园论坛迅速发酵，大批学生质疑林婉堂学历不全，靠关系入学，医术不精，还敢参与临床问诊，拿患者安全冒险。为平息舆论，公正验证其实力，秦淮山教授决定开启公开会诊，让林婉堂现场诊治疑难病患，接受全员围观监督。秦教授告知林婉堂，此次会诊容错率极低，判断失误会直接取消旁听资格，诊治成功便可破除所有负面争议，同时给了他临场放弃的退路。林婉堂坦然接受挑战，决意用诊疗结果证明自己的资格。本次接诊患者常年夜间病痛难眠，长期服用滋补药材，病情却反复难愈。林婉堂细致研判，精准找出病根，患者并非单纯体虚，而是年少受寒，腿部旧伤引发寒湿经络淤积，盲目进补只会压制瘀滞，导致病情久治不愈。为稳妥起见，林婉堂只施针缓解当下疼痛，稳住病情，不制定长期调理方案，让患者自主感受效果，决定后续治疗。施针后，患者腿部僵硬感消失，肢体活动自如，体内滋生温热感，多年反复的夜间疼痛大幅减轻。随后，林婉堂给出完整调理方案，要求患者停用厚重补药，改为温通化瘀的调理方式，先降低发病频率，再循序渐进调理体虚，强调调理顺序不可颠倒。真实显著的疗效彻底打消所有人的质疑。秦淮山教授确认他通过公开会诊，可继续旁听进修。患者满心感激，直言后续只找他复诊。风波平息后，傅家二婶多年难产，旧疾反复，家人常年按虚寒体弱调理，始终无法根治。众人邀请林婉堂诊治，有人顾虑二婶体质特殊，不宜随意改动药方。林婉堂精准判断，多年调理方向存在偏差。二婶反复病痛的根源是产后瘀滞未清，长期温补只会积压病根，治标不治本。傅云舟全力信任他的判断，允许他调整药方，同时拍下药方记录留存，规避后续争议。调理初期，二婶短暂出现痛感加重的情况，家人瞬间慌乱，误以为药方出错，病情恶化，准备紧急送医。林婉堂及时制止众人，耐心解释这是寒滞松动的正常好转反应，患者脉象平稳，并非病情恶化。短暂休整后，二婶身体不适感彻底消退，整体状态比以往更加轻快，印证了林婉堂的专业判断。后续傅家人整理出二婶全部历年病历，交由他精准调整调理方案。连日费心诊治，操劳奔波，林婉堂身心俱疲，傅家人十分心疼，贴心叮嘱他好好休息，保重身体。面对傅家的温情照料，林婉堂满心感激，直言日后定会报答。傅家人暖心告知，
早已将他视作家人。傅家就是他真正的归宿，并非临时落脚之地。见外界始终有人恶意诋毁、欺负无依无靠的林婉堂，傅家决定为他举办小型认亲宴，公开认下她为傅家女儿，为她撑起底气，遮挡所有恶意。林婉堂连忙拒绝，担心宴会引发更多流言，给傅家招来非议与麻烦。傅家人耐心劝慰，恶意从来不会凭空消失，唯有给他正式身份，才能让旁人有所顾忌，不敢肆意诋毁。这场宴会不是铺张炫耀，而是为他证明，替他挡下无端非议。傅家奶奶还特意赠予他贵重手镯，告诉他从此有家人庇护，不必独自隐忍委屈。傅家即将举办认亲宴，认下林婉堂的消息传开后，彻底激怒了暗中针对他的苏曼。苏曼满心嫉妒，不甘心深山出身的林婉堂一跃成为傅家千金，备受庇护，于是暗中谋划算计，想要彻底毁掉他的名声。苏曼找到一名急需用钱的知情人，开出10万酬劳，指使对方带着此前林婉堂诊治过的老年患者，偷偷食用辛辣、海鲜等忌口食物，刻意诱发旧疾复发。他的目的并非重伤患者，而是制造医疗事故假象，抹黑林婉堂医术不精、用药失误，让他彻底口碑崩塌。此前林婉堂曾反复叮嘱患者忌口，还让患者签字确认，留存回访记录。可患者经不起劝说，违规食用禁忌食物，导致病情突发加重。不明真相的家属瞬间暴怒，将所有过错归咎于林婉堂，认定是他诊治失误害人。一时间，学院内质疑、指责林婉堂的声音四起。众人认为他身为旁听生，医术不足以为患者问诊，险些酿成大祸。面对漫天非议，林婉堂始终冷静从容，第一时间核查患者状态，精准判定病情加重是误食忌口食物所致，与药方无关。他当场拿出患者签字的忌口告知记录，自证清白，同时表明若药方存在问题，自己全权担责，若是有人蓄意构陷，必定彻查到底。傅云舟及时到场为他撑腰，调取现场监控，清晰拍到有人刻意诱导患者违规进食。面对铁证，陪同家属坦白是受人指使，但对方全程戴口罩隐藏身份，还拿捏着自己家人的软肋，自己不敢违抗。此次事件彻底升级为蓄意构陷的恶性纠纷，学院立刻成立专项组介入调查。调查组顺着资金线索深挖，发现酬劳经过3层中转，最终汇入一家空壳礼仪公司，账号用完即废，法人信息无从查证，所有线索暂时中断。众人清楚，幕后之人布局周密，早有预谋，想要查清真相，必须深度追踪。苏曼得知线索中断后，稍稍安心，立刻叮嘱手下清理所有痕迹，避免露出破绽。他深知傅家、秦教授、医学协会都在关注此事，一旦败露，无人能兜底。但他早已没有退路，唯有彻底毁掉林婉堂，才能阻止他凭借傅家身份彻底站稳脚跟。风波未平，傅燕慈再次上门挑衅。他始终对林婉堂心存偏见，嘲讽他心机深沉，在傅家认亲无果，转头就攀附傅家，趋炎附势。傅家人当场驳斥，清晰还原事实。林婉堂从未纠缠傅家，求证无果便主动退场。登门傅家只为寻亲，绝非刻意高攀。林婉堂也坦然表态，自己从未刻意纠缠任何人，过往种种皆是求证身世，问心无愧。即便日后傅家主动相认，他也不会卑躬屈膝，依附他人。傅燕慈依旧不肯释怀，直言傅家迟早会后悔，随后愤然离去。风波过后，医学协会看中林婉堂沉稳的心态与精湛的医术，邀请他参与青年医者交流会。此前众人一直诟病他靠关系入学，实力不足。协会前辈看过他的会诊视频，认可他的专业能力，希望让他在公开场合展现实力，破除所有负面谣言。有人认为他只是旁听生，不配参与高阶交流会。协会前辈当即表态，医术评判只看实力与临床判断，不看资历身份，有能力者皆可发言研讨。交流会上，林婉堂接连精准解决多例疑难问诊，实力惊艳全场。面对常年胃病、吃药缓解、停药复发的患者，他精准指出病根不在于药方，而在于患者长期服用的养胃保健品成分杂乱，持续刺激肠胃，导致病情反复。面对夜间胃疼伴随右肩发紧的患者，他判断出是旧伤牵连，气机不畅，并非单纯胃病，精准找准问题根源。即便林婉堂实力尽显，苏曼依旧暗中挑拨，质疑他提前获取病历，刻意作秀。为杜绝非议，协会全程现场封存病历，随机抽取患者问诊，彻底断绝提前准备的可能，让林婉堂的真实医术彻底服众。凭借交流会的亮眼表现，林婉堂成功获得业内权威认可，拿到附属医馆疑难病例的跟诊资格。看着他一路逆袭，
备受各方扶持。苏曼彻底坐不住，深知普通流言与小事构陷已经无法撼动他，唯有制造人命关天的重大医疗事故，才能让他彻底身败名裂，无法翻身。苏曼精心布局终极阴谋，找到医馆一名急需用钱的实习生，以全额还清欠款为条件，威逼利诱对方配合自己伪造病历，篡改诊疗记录。他摸清医馆复诊、登记、签字的全部流程，让实习生模仿林婉堂的笔迹签名，替换诊疗页面，刻意制造误诊延误救治的假象。苏曼笃定患者病情复杂，突发意外实属常态，事后无人能查到自己头上，所有罪责都会尽数归于林婉堂。在他的威逼利诱下，心存顾虑的实习生最终妥协，答应配合他的计划。不久后，一名急症患者送入附属医馆观察，病情不稳定，风险极高，按规范医馆无留观资质，必须立刻转诊上级急诊。林婉堂当即做出专业判断，写下立即转诊的诊疗意见，交由实习生登记报备，安排转运。不料中途患者病情突发恶化，心跳骤停，家属情绪彻底失控，当场拿出诊疗记录追责。众人发现记录上并未标注立即转诊，反而写着继续留观，落款签名酷似林婉堂。所有人瞬间认定是林婉堂判断失误，执意留观，延误最佳救治时机，导致患者病危抢救，事态极为严重，构成重大医疗过失嫌疑。学院当即暂停林婉堂所有旁听课程与医馆轮值工作，成立专项调查组彻查。林婉堂冷静应对风波，主动要求全面封存所有纸质病历、电子日志、监控原片，严禁任何人私自销毁证据，提前定罪。面对众人的指责与家属的追责，林婉堂条理清晰，自证清白。他指出纸上签名落笔习惯、收尾力度与自己截然不同，是刻意模仿的假签名。同时，病历纸张新旧，墨迹色泽与前后页面差异明显，属于事后替换的虚假页面，并非原始诊疗记录。傅云深全力协助查证，调取打印机后台与电子操作日志，成功查到虚假病历的打印时间是患者送走抢救后的7分钟，彻底证实这份记录是事后伪造，与事发当时的真实诊疗情况完全不符。真相初步浮出水面，众人立刻追查当日负责登记的实习生小陈，却发现对方早已提前请假离校，清空宿舍物品，关机失联，明显是提前收到风声，刻意跑路。众人彻底确认，这绝非个人工作失误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、层层布局的恶意构陷，背后必有幕后之人操控。幕后之人早已不死全局，利用家属情绪、舆论压力和残缺证据，将所有嫌疑锁定在林婉堂身上。即便关键证人失联，证据存在明显漏洞，外界依旧谩骂不止，认定林婉堂误诊害人，企图依靠附加势力压下事故，逃避责任。调查组始终秉持公正，不受舆论与情绪裹挟，坚持以证据定论。工作人员全面封存所有流程记录，逐一排查监控反光画面、收费窗口录像、药房叫号时间线等所有细节，深挖每一处操作痕迹，是要查清伪造病历、蓄意构陷的幕后真凶，还原事件真相，还给林婉堂清白。